我就知道你这次回来不太对劲儿。你呀，小夫妻遇到什么矛盾，要先冷静下来，再好好谈。你可倒好，回娘家躲起来，那算什么本事啊？你还不如孩子们强呢。孩子都知道出了问题要解决，要面对。你呢？我们家思乐的脾气啊，我清楚。你呀，多安慰安慰他吧。爸，但这件事有点复杂。能有多复杂？你跟浩宇到底怎么了？其实这次是我的错，总之挺严重的。你不会是犯了男人们容易犯的错？爸，你想哪儿去了？你爸爸和居委会的人出去找了一天，累得血压又上来了。那没什么大事嘛，无非是小两口吵个架，多一句少一句的事儿，慢慢来嘛。一会儿啊，和思乐好好聊一聊。一会儿你就找浩宇好好聊聊。思乐，我们聊聊吧。其实我以前并不了解我自己。跟你结婚之前，晨晨和爷爷就是我的全世界。当我得知我哥还有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只想把萱萱带回家。我知道我的想法很自私，对不起。思乐，你在听吗？你了解你哥的事吗？我哥和我性格很不一样，家里人都觉得他很叛逆，但其实他对我很好。我哥自从出国之后就跟家里关系不好了，直到去世也没联系过。没联系过。那爷爷不知道他和我姐的事？应该是不知道的。不对啊，怎么了？爷爷不是坚决反对他和我姐在一起吗？你在说什么？宋恩茂，宋浩宇的爷爷，你永远都见不到孩子相威胁，警告4天离开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在撒谎？撒谎。另一个人是谁？晴天，晴天。之前的律师协议也是他给我看的。他还跟你说过什么？他说，爷爷反对他们俩结婚，以孩子相要挟，逼我姐离开，才会害得我姐把萱萱送回国内。他在胡说八道什么啊？爷爷不可能会干这种事的。你姐的事情，还有谁知道？这好好的，怎么又提起4天的事儿来了？何况浩宇还在呀，提这伤心的事儿干嘛？妈，这件事情很重要，关乎到我和思乐之间的关系。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过去的事儿，我们家都不愿意提了。爸，妈，其实姐姐当年生的是一对龙凤胎。啊？不
可能啊！当时人家妈，是真的。那另一个呢？另一个就是晨晨。晨晨，轩轩和晨晨的亲生父亲，是我的亲哥哥。晨晨是你收养的，轩轩是你，全乱了，这全乱了。等会儿，你们当初突然结婚，不会是和孩子有关吧？爸，爸，你怎么了？别叫我爸，别叫我爸。你爸血压又升上来了。爸，慢点。别着急啊。对不起啊，爸，我们当初结婚的确是为了获得对2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气死了呀，气死了！你可真行呐，爸，这件事情是我主动跟浩宇提出要结婚的。爸妈，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和浩宇彼此都是有感情的。那你想要知道什么呀？我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姐姐突然就要去国外？为什么她去了国外之后就再也没跟家里联系过？他想离开家，不是突然决定的。思甜，不是你亲姐姐，她是我和你爸收养的。我跟你爸结婚以后，迟迟没有孩子，镇上的大夫说我很难怀上，所以我们就决定去福利院领养，就带回了思甜。我们将她捧在手心里，当亲生的来疼爱。那时候，家里日子虽然过得很紧，却挺幸福的。但更令人高兴的是，我怀孕了。可后来，我在林子里受了伤，为了这事儿，家里负债累累，养不起2个孩子，迫不得已，我和你妈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当我们把思甜送回福利院以后，我和你妈就后悔了。我们把她再次带回来的时候，她完全变了，就是一个很陌生的人。她认定我们有了亲生的就不要她了，都怨我呀。原来姐姐的身世这么可怜。那后来呢？事已至此，我和你爸爸尽力的去弥补。可是思甜越来越叛逆，经常半夜偷偷的跑出去，问他去哪儿，他说就见个朋友。朋友？那这个朋友你们见过吗？没见过啊，可是我知道是个男孩。有一天下雨，他就穿着那个男孩的外套回来的。男孩？朋友？我曾经很爱慕他，但只是远远的看着，后来交集多了，才慢慢变成了朋友。那当初帮姐姐把轩轩送回来的那个人，你们认识吗？之前也没见过，他只说是思甜的朋友，挺年轻的，20多岁。我告诉你，我做这所有的一切，是为了思甜和她的2个孩子。妈，你看看，是他吗？你看，是他，是他。是他，你怎么认识啊？罢免宋浩宇的事情，还要请谢总以老股东的身份多出一份力了。这个你放心，已经有过半的股东了。之后你将取而代之，替我们成为茂林新的唯一决策人。哼，
我对这个位置不感兴趣。那你到底想要什么？谢总，您还是不要过问太多了。无利不起早啊！再聪明，也不能把人当傻子吧？你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要搞垮宋家。你放心，我今天去过医院了，老爷子那边情况比较稳定，不用担心啊。表决会的事我也一直在跟进。浩俊，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跟我还客气呢。浩宇，咱们肯定可以挺过去。谢谢。爷爷，他怎么样了？说是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没有生命危险。思乐，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跟晴天有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针对我们。晴天，我正好要给福利院的朋友们买点礼物，我可以多挑一点吗？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刚认识晴天的时候，他就提到过福利院，那现在看来，他很有可能很早之前就认识我姐姐了。你是想说，你姐姐之前在福利院就认识晴天？我不确定，所以必须得去一趟。你怎么了？没事，应该是最近太累了。走吧。这就是姐姐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看样子荒废了好久。你们干嘛的？大爷，我们想来这儿了解一些情况。了解啥？我们有个亲人在这里长大，我们没想法打听了。这早就搬迁了，就连新子那边的员工啊，都换了好几批。那您有认识曾经在这里工作的老员工吗？老员工啊，对。我想想，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打扰您。没有关系，都是隔壁邻居介绍来的。有什么事情啊？你们尽管问。谢谢。那方老师，您在福利院工作的时候，认不认识一个叫齐思甜的女孩？齐思甜？是5岁的时候被领养的，10岁时又被送了回来，之后又被接回去了。啊，齐思甜，我记得这个小女孩。太好了，那方老师，您记不记得当时我姐姐在福利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啊？特别要好的朋友？方老师，您看看，您认识她吗？她叫晴天。名字没有印象，但是看着很眼熟。你的伤怎么弄的？小时候顽皮，烫伤的。哦，对了，她的左手臂上有一个小时候烫伤留下的疤痕，在这个位置，大概这么长。烫伤？对。方老师，我疼。小池，小池，你在想什么？老师刚刚说的，你听见了吗？别打我，疼。别害怕，你继母她已经被警察叔叔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别担心。可他说是因为爱我才那样的，不是吗？以后你就和这里的小朋友还有老师一起生活，好吗？
小池来福利院前被诊断患有轻微的偏执性精神障碍。我们也尝试沟通，但效果不佳。听说他妈妈不要他了，他身上那么多伤，肯定是不够乖。我没有，我乖了，就是不乖。你们在干嘛？你没事吧？我等下帮你弄干。你们为什么欺负他？他妈妈把他送了回来，肯定是不乖，还不让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你知道他现在心里有多难受吗？现在想来，他从认识思田后，就把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拒绝被收养，也从不与其他孩子来往。思田，1003、1004、1005。齐思田被送回福利院的那一周，总是一个人偷偷溜到天台上，小池也总跟过去。后来呀，你姐姐不是被接回去了吗？小池离开福利院以后，也就出国了。现在这两孩子过得还好吧？挺好的。福利院呐，都是苦孩子，能过得幸福啊，就好。姐姐，你为什么数数每天数？一周大概有60万秒，减去睡觉时间、工作时间和照顾妹妹的时间，他们还有5万秒可以反悔。反悔什么？抛弃我。你这是怎么弄的？妈妈弄的。为什么？因为爸爸不回家，妈妈说我受伤了，爸爸就可以回来照顾我，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那不是爱，家人会这样互相拥抱。那姐姐，你可以成为我的家人吗？你以后叫我思田姐就可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石来福。你这个名字不好听，要不我给你取个新名字吧。这么说，今天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可是，就算爷爷真的拆散了你哥和我姐，那也不至于让晴天做出那么多伤害你们家的事啊。怎么不至于啊？如果你出了意外，我也会这么做的。我明天回去当面找他问清楚。思乐，你说今天接近你，是不是因为你是齐思田的妹妹啊？为什么？因为可能晴天把对齐思田的思念寄托在你身上了。想什么呢？怎么可能啊！而且就算他有这样的想法，我也绝对不可能有，好吗？毕竟我们还是夫妻，我有原则的。还是？我们的事以后再说吧。给。
这怎么这么多啊？你自己也要留一些的。那我留1张好了。哎呀，1张怎么够？你多拿点儿。我够了。你上学开销大，我没事儿，吃饱就行了。可你最近瘦了好多，你是不是又多打了1份工？没有。对不起，都是因为我非要出国，害你这么累为我挣学费。没关系的，我现在新找的那份兼职我很喜欢，我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这钱你就踏实拿着吧。辛苦你了。谢谢。应该的。你们班有没有男生喜欢你啊？如果有，你会吃醋吗？不会啊，只要你幸福就好。傻瓜，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我一直都在。思乐，思乐，你睡了吗？其实，在认识你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人。但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的心就好像被触空了一样。我真的很难受，很难受。你和我一样难受，你肯定比我更难受。我知道，我自己之前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混蛋。我也知道我自己现在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弥补我给你的伤。对不起。非常非常的后悔，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晨晨不能没有你，晨晨不能没有妈妈，都是骗人的。是我没有办法失去你，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你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要离婚。对不起，对不起。呀，思乐，你们可回来了！哎，宋总呢？先去医院了。哦，来，我帮你拿。我也想念我的变形金刚了。
喂，若琪。齐思乐，你胆儿真够大的，出这么大的事儿，你到现在都不告诉我。啊，你先别激动啊。我凭什么不激动？老爷子病倒了，茂林要易主，你又要离婚，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是吧？行，齐思乐，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朋友。再见。告诉你也没用啊。过去这么久了都不来哄哄我，什么朋友不朋友的，给我骗了吧！手机号拉黑，微信拉黑，微博我给你取消关注。喂，闺蜜，你知道吗？孙浩宇家里出大事儿了。我知道，我人就在医院呢。老爷子这边离不开人，我和好去轮流倒班呢。合着你都知道了，你们俩就不告诉我呗？你们俩就孤立我呗？闺蜜电话拉黑，微信拉黑，微博我只取消关注再拉黑。谁啊？谁啊？洛奇，咱们俩都不来往了，你来我家干什么？朋友有难，你不帮吗？谁是你朋友？洛奇，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的，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发生的太快，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所以对不起啊。那你跟孙浩宇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果然是青出于蓝，表决会的事儿，你不必担心。多谢。还好有几个股东跟茂林是一条心，我们现在手上有40%的股份，待会儿再跟进一下，免得在晚上股东大会之前，他们在背后搞小动作。我要早知道你有这么强的谈判能力，我就算是绑，也要把你绑进茂林公司。你这夸得让我有点愧疚啊。知道就好，好走。这一仗稍微有点胜算了。你去医院看看爷爷吧，剩下几个股东交给我，我去和他们谈。辛苦了。什么？宋浩宇跟你结婚竟然是为了……他怎么能这样啊？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我跟他提了离婚，但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事，他也挺难的，所以之后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是爷爷的身体，还有他的公司。都这个时候了，还替他的事操心，毕竟还是一家人，不可能无动于衷啊。你又不是董事会的股东，可以帮忙投票，你这样干操心也没有用啊。我是不行，但你可以啊。
感情刚才对我装可怜，现在要对我坦诚相待，就是为了让我帮浩宇，对吧？我不是不帮你，只是我们樊毅在茂林的持股份额达不到董事会的标准。啊，